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配乐一响起，油门就会吹下去的恐怖作品，小菜鸡成为最终大魔王的眼镜史。本集来看看由 Mega House 出品的 V8 High Spec New Asarada AKF Zero G。登场于作品《闪电霹雳车 Sing》，是系列动画的目前最终作，叙述史上最年轻的闪电霹雳车冠军丰建准人。在经历过重大车祸后，掌握零的领域，又因为作品风格大改，被编剧强迫在中二耍脾气一次，终于成为了闪电霹雳车史上最恐怖的赛车王者。以一招在半空中转弯，搭配他零的领域的感知，主宰赛车场。尤其在空中转弯如此胡乱的招式其他车队都没人抗议啦。因此在最终作就必须由他的好友兼好敌手加贺成太郎来终结这一切，大概是这样的感觉。附带一提，这部最终作的故事发生是在西元2022年哦。本款的外盒值得多点篇幅，外层纸盒取下之后，里面的盒子显得相当尊荣，表层与厚度都相当有诚意哦。打开后，最外层的塑胶盖还有车身的印刷，质感呈现相当不错。New Asarada AKF Zero G， 大魔王丰建准人的坐车，车型与2年前赛末采用的 New Asarada AKF Zero 一致。采用形状记忆合金作为车体的变形，但因为车队自家的引擎马力不足，于新赛季与厂商 GL 合作研发专用引擎，所以那个名称后面多了一个 G。不过中期因为引擎负荷过大，导致连续退赛，直到赛季末才完全解决问题，来与加贺的欧嘎对决。整体的比例大概是1:18，因此车身长度大概是30公分。本款是合金完成品哦，但你不要太期待那个合金量，大概就是这么重。对照原设定，本款的方针是无替换件，全形态变形，但外形仍是维持原作的样貌，并没有做太多的修改，因此整体的还原度相当优秀哦。全车的外观除了两侧风扇外盖还有后轮的前盖，为了呈现完全的变形不得不的破碎感之外，整体的外形都很完整。然后我手上这一台左后的尾翼变形机构很松有一点恼人。全车涂装白色采用珍珠白，因此光线照射时会有珠光提升质感。深蓝与天蓝色都是实色涂装，虽然还原，但也是胶感的来源。座舱采透明零件，因此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驾驶舱内部的细节。后方2颗加速器也是红色实色涂装，虽然也是有胶感啦，但是后面推进器的银色电镀相当漂亮，尤其末端还有做回火色的效果非常的加分。推进器内部的细节也有刻画，但涂装没有做跳色处理来凸显，有点可惜车轮悬吊外形除了中间的金属感之外，上下吊臂都采用类似碳纤维的外形。车身上方前后2个位置也都采用同样的做法来增加视觉感。底盘部分也没有马虎哦，车身主干同样是碳纤维外形，其他部分也有做造型的刻画，以及风扇系统底部的挡板叶片。车灯外层是橘色的透明零件，内部也有灯体的造型。后身的末端是后照镜，采用银色涂装有一点可惜啦。虽然左右两边的车灯后照镜模组使用的磁吸方式来结合，可是却无法密合哦。在意的人可以考虑把两边底下的卡扣解开，让两边的零件有更多空间可以延展来密合。尾部刹车灯是红色透明零件，底部里面有2个排气管是银色涂装。6颗轮胎都是橡胶材质，轮框的金属发色很美。里面的碟盘与卡钳也都有涂装哦，卡钳还用红色来凸显。前轮的碟盘会跟轮胎一起转动，但后轮碟盘却是固定的不会动，可惜啦。4颗前轮可以左右转动，但前轮在预设的情况下向内转会被前翼给挡到，建议可以稍微把前翼两侧稍微往前推一点。驾驶舱盖可以如原作般开启哦，内部的造型相当精致，无论是模具或是涂装，甚至是仪表板的贴纸都很有水准。赛车椅的造型与安全带，右边不能真的推动的加速器推杆，左边的即时车况显示器，方向盘与正面的仪表板，当然还有导航系统阿斯拉。另外方向盘是可以转动的哦，不过并没有与前轮做联动，然后深处也没有刹车油门的踏板。本款主打可以完全变形所有模式哦，不过变形手感并不会太好，需要稍微专注一点，否则容易就把零件给弄坏了。将前翼两侧向前推到底，内侧里面的零件往外推之后，还要再向外拉。天蓝色的部件向下压，车灯模组底部两侧的扣点挑开，两边根部的固定点搬开，但这边要小心操作哦。
拉开之后，根部的扰流翼向后推到底，会有浅浅的扣点。中间矩形的部位向内折180度收纳。外侧深蓝色的部位拉开与前面切齐。末端向下折，这个轮拱模组转向与前翼磁吸结合。后照镜上方有一片小扰流翼要翻出来哟。驾驶舱前端的蓝色部件向后推，前翼白色的部分整块稍微往后推，然后稍微向上拉开，腾出空间。翻到底部，将内侧2块零件翻起来，接着运用双关节把两边零件给翻上去。再把刚刚翻折的2块零件归位，最后整片下压，然后往前推。后轮向内缩，前端的外盖打开，内侧向外推，里面的部件不好拉，可以用辅助工具拉出来哦。上端的零件翻开之后，整个部件遮住后轮，再把前端的外盖盖回去。尾翼下放之后转向，与后轮的盖板贴齐。车身中段两侧天蓝色的部件向前拉伸，然后将整个风扇模组向外拉，最后车尾中间的警示灯向上拉就完成了。Aero 模式直线道加速用的形态，更加降低风阻以达到更快的速度。也因为采用形状记忆合金，因此变形的过程几乎是瞬间完成哦，有效的降低变形过程所造成的速度损耗。原设定是现实还无法达成的材质啦，因此外形无法像原作般那样无痕。但是以本款的表现来说，已经是尽可能的以现今量产玩具的技术来还原啦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啦，值得拍拍手。当然，本作最重要的就是各车的加速器展开啦。本款后面的2颗大加速器直接往上拉就可以打开了，根部也有向外调整的范围来还原原作的样貌。2段加速的再展开也能够直接变形哦。先将推进器的前后都拉开，红色区块可以转动，方便展开4片外盖。展开的时候，先将4片的外盖翻起来，然后将后段金色的内构往后推，就可以让出空间，让后侧的外盖给翻出来啦。最后把内构回推至原位，然后4片外盖调整一下角度就完成啦。2段推进器展开之后，金色的内部构造非常的漂亮哦，细节与涂装都很到位，长度也因为前后拉开了，整体的尺寸变大，配合原作中像喷射机般的演出，有够帅啊！ Lifting Turn 模式的变形相对比较简单啦，从预设的 Circuit 模式变形会比较快，前翼两边的外侧向外推，扰流翼就会跑出来啦，再把它拉出来到定位即可。风扇区块向外拉，靠内侧的白色外盖向内推露出空间，后方蓝色的部位靠内侧的外盖翻开之后折进去，再将风扇区块给归位，蓝色部件靠外侧的外盖翻开形成扰流翼。 前后风扇外盖往内压之后，各自向后推，风扇位置转正，底部的排气叶片翻开就完成了。Lifting Turn 模式，封建准能成为赛车场上霸主的绝招，是在试车的时候意外产生的形态。车子差一点飞出去，结果靠着阿斯拉的瞬间判断，运用车身的形状记忆合金变形，还有内场的风扇。 形成了这一招没有其他车队会抗议，但很明显有问题的过弯绝招。另外，比起能够承受高速落地冲击的车身框架、底盘还有悬吊，封建主人的肉体才是真正规格外的东西吧。外形的变更点就仅有前翼两侧的扰流翼，还有中间的风扇会展开。风扇的本体可以转动哦，可是叶片只有造型，它不能转。 本款又附属一个地台哦，地台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造型，前方有本车的型号，还有车队的 logo。另外有附属了4张纸板哦，合并之后是一幅具有速度感的赛道图，搭配支架可以重现剧中奔驰或是飞天作弊转弯的场景。有购买同系列之前的 OGA 的话，也可以拿来搭配哦，可是我没有买。 经典科幻赛车作品，虽然很多合理性几乎都被忽略了，但在赛车上的竞技演出，即使这么多年后回去看，还是会觉得热血沸腾呐。尤其是最后2部人物画风疲惫的 OVA，纵使满满的画面兼用卡，
但靠着出色的音乐还有剪辑功力，两位好友兼敌手的最终决战，其精彩程度至今鲜有相关作品能够超越哦。设定上同样是形状记忆合金，但阿斯拉的变形并没有欧嘎那么的复杂，因此本款在外形的重现上完成度是会比同系列的欧嘎来的完整，各部位的细节掌握也很有水准。虽然对比像是 Auto Art 或是 Kyuso 这种等级的汽车模型，本款虽然精致度没有那么好，而且价格不友善，可是他们都没有出闪电霹雳车啊。总之1:18这个比例能挑的也不多啦，更何况是完整变形，大概也就这一家在出啦。另外跟 3D Zero 合作的版本外形拟真度比较高哦，好像可以等看看会不会出这一台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